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陈阳，公司现在只有你能救这个项目了。孙建华坐在会议室里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总监，我在后勤待了1年，业务都忘光了，不懂了。陈阳平静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把自己一脚踢开的男人。孙建华当场愣住了，嘴巴微张，仿佛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话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盛达科技有限公司23楼业务部，陈阳刚刚结束与客户的电话会议，脸上还带着成功签约后的满意笑容。作为公司业务部的资深专员，他这个月已经拿下了3个大单，业绩在整个部门遥遥领先。陈哥，又搞定一个。刘磊端着咖啡走过来，语气里带着几分羡慕。你这业绩，年底奖金又要拿大头了，还行吧？客户对我们的方案比较认可。陈阳收拾着桌上的资料，谦虚地笑了笑。这时，总监孙建华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脸色有些阴沉。陈阳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陈阳跟着孙建华进了办公室，心里还在想是不是要表扬自己的业绩。坐吧。孙建华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。您说。孙建华在桌上推过来一份文件，这是华泰集团的项目，合同金额800万，你来负责。陈阳翻开文件看了几眼，眉头慢慢皱起。这份方案明显存在问题，报价虚高，服务内容模糊，而且有些条款明显对客户不利。孙总，这个方案，陈阳犹豫了一下，价格是不是定高了？还有这几个服务项目，感觉有些重复收费。孙建华的脸色瞬间变了。陈阳，你做业务多少年了？市场行情你比我懂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没什么好觉得的。孙建华打断了他，这是公司的决定，你只管按方案执行就行了。客户那边的关系我已经搞定了，你负责走流程。陈阳明白了，这不是正常的商业合作，而是有猫腻的灰色收费。他沉默了几秒钟，抬起头看着孙建华，对不起孙总，这个项目我做不了。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。孙建华死死盯着陈阳，声音压得很低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个项目我做不了。陈阳重复了一遍，语气依然平静。陈阳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孙建华站起身，这么大的项目，提成就有10万，你居然说做不了。我只是觉得这样对客户不公平。公平？孙建华冷笑一声，你跟我谈公平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市场上，不这么做，你能活下去吗？别人都在这么干，就你清高。陈阳没有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。好，很好。孙建华点了点头，既然你不愿意配合，那就别怪我了。3天后，陈阳收到了人事部的调动通知，因部门结构调整需要，即日起调至后勤部工作。消息传开后，整个业务部都炸了锅。不是吧？陈哥居然被调到后勤了？听说是得罪了孙总，具体什么事不清楚。从业务精英到搬货的，这落差也太大了。刘磊走到陈阳身边，压低声音说，陈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要不你去找孙总道个歉。陈阳苦笑着收拾桌上的东西，没什么好道歉的，可能真的是部门调整吧。你还护着他，谁不知道这是打击报复？刘磊有些愤愤不平。算了。陈阳拍了拍刘磊的肩膀，后勤也挺好的，至少不用天天应酬客户。其实内心深处，陈阳比任何人都憋屈。他为公司拼命工作了5年，
就因为不愿意配合违规操作，就被一脚踢开。但他也明白，在这种时候抗争是没有用的，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。当天下午，陈阳拖着一箱个人物品来到了位于1楼的后勤部。后勤部在公司1楼最角落的位置，面积不大，除了部门经理老吴外，就只有2个员工。欢迎欢迎！老吴是个50多岁的大叔，满脸笑容地迎接陈阳。听说你是从业务部调过来的，那可是人才啊！吴经理客气了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陈阳礼貌地回应：指教不敢当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互相帮助嘛。老吴指着旁边2个年轻人，这是小徐，这是小陈，都是好小伙子。小徐和小陈显然也听说了陈阳的事迹，看他的眼神中带着几分同情。陈哥，你以前做业务的，现在来后勤会不会不习惯？小徐问道。没事，工作都一样，都是为公司服务。陈阳笑了笑。老吴拍了拍手，好了，既然来了，就是一家人。陈阳，你先熟悉一下我们的工作内容。后勤部的工作确实比业务部轻松很多，主要负责公司的设备维护、物资采购、仓库管理等琐碎事务。对于习惯了高强度业务工作的陈阳来说，这种节奏反而让他有时间思考很多问题。最让陈阳意外的是，后勤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公司各个部门的实际运营情况。采购办公用品时，他了解到财务部的真实开支；维护设备时，他知道了技术部的项目进度；管理仓库时，他掌握了公司所有合同的物资流向。渐渐的，陈阳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，比如孙建华负责的几个项目，采购的设备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；再比如某些紧急项目的物资采购总是走特殊流程，绕过了正常的审批环节。这些东西怎么又要换新的？有一次，小徐指着一批刚采购3个月的电脑配件问道。陈阳看了看采购单，上面写着业务部急需，申请人是孙建华，可能是项目需要吧。陈阳表面平静地说着，心里却在暗暗记录这些异常情况。3个月后，陈阳已经完全适应了后勤工作，同事们都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，工作认真，性格温和，从来不抱怨。但只有陈阳自己知道，他在这3个月里收集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。陈哥，你不想回业务部吗？有一次，小陈忍不住问道。为什么这么问？我觉得你在这里有点屈才了，明明业务能力那么强。陈阳笑了笑，现在这样挺好的，至少每天6点就能下班，周末也不用加班。这话倒不全是安慰自己，在后勤部的这段时间，陈阳确实感受到了久违的轻松，没有业绩压力，没有客户应酬，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清晰起来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在暗中观察和学习，通过接触各个部门，陈阳对公司的整体运营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他发现很多自己以前在业务部时不知道的问题，在后勤这个位置上反而看得一清二楚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陈阳有时会这样安慰自己。1年时间很快过去了，陈阳在后勤部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老吴甚至跟他说过，准备推荐他做副经理。但就在这时，公司出事了。这天上午，陈阳正在仓库清点物资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什么情况？小徐探头看了看，好像是业务部出什么事了。没过多久，老吴匆匆跑进来，脸色严肃，
陈阳，你跟我上去一趟，可能需要你帮忙。来到23楼，陈阳看到业务部一片混乱，孙建华正在会议室里对着电话大声说话，几个业务员围在一起窃窃私语，气氛异常紧张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吴拉住一个业务员问道。华远集团要撤单。那个业务员一脸苦相，3000万的大单啊，说撤就撤，孙总都快疯了。陈阳心中一动，华远集团是公司最重要的客户之一，与他们的合作已经持续了3年。如果这个合同真的泡汤，对公司的打击是致命的。为什么要撤单？还不是因为项目执行出了问题。那个业务员压低声音，客户说我们的服务质量严重下降，而且价格不合理，有被宰的感觉。陈阳和老吴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担忧。这时，刘磊从会议室里走出来，看到陈阳后微微一愣：“陈哥，你怎么在这？”老吴让我上来帮忙看看。陈阳平静地回答。刘磊苦笑着摇了摇头：“帮忙？现在谁都帮不了了。华远那边说了，除非我们重新制定合同条款，并且更换项目负责人，否则就彻底终止合作。更换项目负责人？对，他们点名说不信任现在的团队。”刘磊叹了口气：“你说这是闹的？当初华远可是咱们最稳定的客户啊。”陈阳没有说话，但心里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华远集团的张总是个老实人，最讨厌商业欺诈。如果他发现了合同中的猫腻，撤单是必然的。会议室里的争吵声越来越大，可以听到孙建华在电话里苦苦哀求：“张总，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之前的事情我们可以重新商量。”但显然对方并不买账。10分钟后，孙建华挂断电话，脸色铁青地走出会议室。看到陈阳在那里，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“都散了吧，让我静静。”孙建华摆摆手，业务部的人纷纷回到自己的位置。陈阳和老吴也准备离开。这时，总经理马文斌急匆匆地走了过来。“华远那边什么情况？”马文斌的声音很严肃。“暂时僵持着，他们要求更换负责人。”孙建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“更换负责人？”马文斌皱起眉头：“这是你怎么搞的？华远可是我们的老客户了。”“马总，这个……”孙建华支支吾吾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马文斌看了看周围的人，目光在陈阳身上停留了几秒钟。“我记得华远的项目之前是陈阳在负责的吧？”“是的。”孙建华点了点头，脸色更加难看。“那时候合作不是挺顺利的吗？”马文斌又问。现场的气氛变得更加尴尬。所有人都知道，陈阳被调到后勤就是因为得罪了孙建华，而现在出问题的恰恰是陈阳以前负责的客户。“马总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。”孙建华硬着头皮说道。“关键是怎么挽救这个项目。”马文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“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”孙建华沉默了。华远集团的撤单风波很快传遍了整个公司。3000万的合同对于盛达科技来说不是小数目，如果真的失去这个客户，今年的业绩就会大幅下滑。更糟糕的是，华远作为行业内的知名企业，他们的态度会影响其他潜在客户的决策。一旦传出盛达服务质量下降的消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这种压力下，孙建华开始变得焦躁不安。他想尽各种办法联系华远的张总，但对方态度坚决，就是不给机会。“孙建华，公司给你1周时间。”
马文斌在管理层会议上明确表态，如果华远的问题解决不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这句话的含义很明确，要么解决问题，要么离职。走投无路的孙建华终于想起了陈阳。周五下午，陈阳正在整理仓库的时候，小徐跑过来说：“陈哥，孙总找你。”在他办公室，陈阳有些意外。自从调到后勤后，他和孙建华几乎没有任何交集。知道什么事吗？不清楚，但看孙总的脸色，好像很着急。陈阳放下手中的工作，来到了孙建华的办公室，推门进去。他发现孙建华正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抱头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听到脚步声，孙建华抬起头，看到陈阳后，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。坐吧。孙建华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语气比以前温和了很多。陈阳坐下后，等着孙建华开口。办公室里沉默了几秒钟，孙建华才开口说道：“华远的事情，你听说了吧？”听说了一些。陈阳点了点头。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撤单吗？陈阳想了想，可能是对服务不满意吧。不满意？孙建华苦笑一声：“陈阳，我承认，这1年多来，华远的项目确实出了些问题，这已经算是变相的道歉了。”陈阳没有说话，继续等着他往下说。现在张总提出要更换项目负责人，你说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胜任这个工作？孙建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陈阳心中了然，但表面上依然平静。但是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。孙建华打断了他，恢复业务部职位，升职加薪，之前的事情咱们既往不咎。陈阳看着眼前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总监，现在却为了求自己帮忙而放下了所有面子，说不解气是假的，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得意的情绪。孙总，不是条件的问题。陈阳摇了摇头，我是真的干不来了。而且，陈阳继续说道，华远的项目这么重要，万一我搞砸了，岂不是害了公司？你不会搞砸的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孙建华急切地说道，但我对自己没信心。陈阳站起身，孙总，我觉得还是让更专业的人来处理比较好。说完，陈阳转身准备离开。陈阳，孙建华在后面喊道，你真的不愿意帮这个忙？陈阳回过头，看着孙建华焦急的神情，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不是不愿意，是真的帮不了。他平静地回答，抱歉。走出办公室后，陈阳长长地舒了口气。这一刻他等了整整1年，但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周一上午，陈阳刚到公司就感觉气氛不对，同事们都在窃窃私语，看到他后又会突然安静下来。怎么了？这是？陈阳问小徐。陈哥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小徐压低声音，华远那边又出事了。张总直接给马总打电话，说要当面谈这个项目。陈阳心中一动，什么时候？今天下午3点，张总亲自过来。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公司。华远集团的张总是业内知名的老板，他很少亲自出面处理具体项目，这次的举动说明他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。下午3点，华远集团的张总准时到达。张总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说话斯文，但很有威严。他一进会议室，就开门见山地说道，马总，今天我来是想最后确认一下，咱们的合作还能不能继续？张总，您请坐。马文斌亲自招待，有什么问题咱们好好谈。问题很明确，
张总坐下后直接说道：“这1年多来，你们的服务质量严重下降，而且我怀疑合同中有不合理的收费项目。”孙建华坐在旁边，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。张总，这个可能是沟通上的误会。马文斌试图缓和气氛。误会？张总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我们财务部的分析报告。你们的报价比市场价高出了30%，而且很多服务内容存在重复收费。会议室里一片沉默。张总继续说道：“我之前跟你们合作愉快，是因为陈阳同志的专业和诚信。但是现在，他看了看孙建华，我感觉不到这种诚信了。”张总，陈阳现在……马文斌想要解释什么？我知道，听说他被调到了后勤部。张总叹了口气，说实话，这让我很失望。这时，孙建华突然站起身：“张总，要不我现在就把陈阳叫过来，您跟他谈谈。”张总看了看马文斌，点了点头：“可以。”10分钟后，陈阳被叫到了会议室，看到张总，陈阳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：“张总，你好。”小陈。张总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：“1年多没见了，怎么样？”“挺好的，谢谢张总关心。听说你现在在后勤部工作？”张总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惋惜。“是的，换个环境体验不同的工作。”陈阳平静地回答。张总点了点头，然后看向孙建华：“孙总监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如果陈阳愿意重新负责我们的项目，我可以考虑继续合作。”孙建华如获大赦，立刻看向陈阳：“陈阳，你听到了吧？张总指明要你负责这个项目。”陈阳看了看在座的几个人，然后说道：“张总，非常感谢您的信任，但是什么？”孙建华急切地问道。陈阳转向孙建华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孙总，我在后勤部待了1年，业务都忘光了，真的不懂了。”这句话一出，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。孙建华完全愣住了，嘴巴微张，仿佛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话。你开什么玩笑？”孙建华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你以前做业务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不懂？”陈阳摇了摇头：“孙总，我真的不懂了。这1年，我每天都在搬货、修设备、管仓库，早就忘记怎么做业务了。”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”孙建华激动地站起身：“业务能力怎么可能说忘就忘？但我确实忘了。”陈阳的语气依然平静：“后勤的活我倒是挺熟练的，要不您让我帮您修修电脑？”孙建华彻底愣住了，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完全无法理解，一个曾经的业务精英，怎么可能真的忘记了自己的专业技能？更重要的是，他分不清陈阳说的到底是真话，还是在故意刁难自己。张总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眼中闪过一丝意味深长的表情。马文斌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，但在客户面前，他不好多说什么。那怎么办？孙建华失魂落魄地坐回椅子上。陈阳看了看大家，说道：“既然张总需要的是专业的服务，那还是让更懂业务的同事来负责吧。我继续做我的后勤工作就行了。”说完，他向张总点了点头：“张总，不好意思，让您失望了。”然后，陈阳转身离开了会议室，留下一群愣在原地的人。走出会议室的那一刻，陈阳嘴角微微上扬：“好戏，现在才开始。”陈阳离开会议室后，里面的气氛变得异常尴尬。张总看着孙建华，缓缓说道：“孙总监，看来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合作的事情了。张总，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”
孙建华苦苦哀求。机会？张总摇了摇头，我已经给过机会了，但是你们让我很失望。说完，张总站起身准备离开，马文斌急忙起身相送。张总，这事我们再商量商量。不用了，张总摆摆手，等你们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负责人，再联系我吧。送走张总后，马文斌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他回到会议室，看着还在发愣的孙建华，沉声说道：“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”孙建华支支吾吾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华远的合同如果真的丢了，你知道后果吗？马文斌的声音很严厉。孙建华点了点头，他当然知道后果。给你3天时间，想办法把陈阳说服。马文斌冷冷地说道：“如果还是不行，你就准备辞职吧。”说完，马文斌也离开了会议室，只留下孙建华一个人坐在那里。这时，刘磊小心翼翼地走进来：“孙总，要不我去劝劝陈哥？”孙建华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：“你觉得有用吗？试试总比不试强。”刘磊来到后勤部，找到了正在整理文件的陈阳。“陈哥，有时间聊聊吗？”陈阳抬起头：“什么事？”“华远的事情。”刘磊坐到陈阳对面：“陈哥，你真的不愿意帮忙？”“不是不愿意，是真的帮不了。”陈阳重复着之前的话。“可是……”刘磊犹豫了一下：“我觉得你不是真的忘了业务。”陈阳看着刘磊，没有说话。“陈哥，我跟你共事这么多年，你的能力我最清楚。”刘磊认真地说道：“业务能力不是说忘就能忘的，就像骑自行车一样。但我确实觉得自己不行了。”陈阳摇了摇头：“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”刘磊直接问道：“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”陈阳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道：“刘磊，你觉得我为什么会被调到后勤？”因为刘磊想要说什么，但又停住了。“因为我不听话，对吧？”陈阳淡淡的说道。“既然当初觉得我不适合做业务，现在又为什么要我回去？”刘磊无言以对。“再说了，”陈阳继续说道，“万一我把华远的项目搞砸了，岂不是罪上加罪？”“不会的，张总那么信任你。”“信任？”陈阳苦笑一声，“1年前他也信任我，但我还不是被调走了。”刘磊明白了陈阳的意思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说。就在这时，小徐急匆匆地跑进来：“陈哥，不好了，有人找你。”“谁？”“华远的张总，他没走，现在就在楼下。”陈阳和刘磊都是一愣：“张总找我干什么？”“不知道，他说想单独跟你聊聊。”陈阳想了想，还是决定下去见张总。公司楼下的咖啡厅里，张总正在等候。看到陈阳过来，他招了招手：“张总，您怎么还没走？”陈阳坐到对面：“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”张总直接说道：“小陈，你刚才在会议室里说的话是认真的吗？”“什么话？”“你说你不懂业务了。”陈阳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我确实不懂了。”张总盯着陈阳看了几秒钟，然后笑了：“小陈，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？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”陈阳有些意外：“您不相信？”“当然不相信。”张总喝了口咖啡：“一个人的专业能力不是说忘就能忘的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。但我真的……别解释了。”张总摆摆手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说。”陈阳没有说话，等着张总继续：“你是在赌气，对吧？”张总直接说破：“因为被不公平对待，所以故意说不懂业务，被说中心思。”陈阳也没有否认：“我能理解你的感受。”张总叹了口气：“但是小陈，我希望你能重新考虑一下。”“为什么？”
因为我需要你这样的合作伙伴。张总认真地说道。这1年多来，我和盛达的合作确实出了问题，但我相信如果是你来负责，一定不会这样。陈阳看着张总真诚的眼神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张总，你不用现在回答我。张总站起身，好好考虑一下吧。如果你愿意重新负责这个项目，直接联系我就行，不用通过公司。说完，张总留下一张名片，转身离开了。陈阳坐在咖啡厅里，看着手中的名片，心情复杂。张总的话让他意识到，自己的赌气可能伤害了真正值得合作的人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张总的态度给了他一个全新的选择机会。回到公司后，陈阳没有直接回后勤部，而是先去了趟洗手间。在那里，他拨通了张总的电话。张总，是我，陈阳。小陈，这么快就想好了？是的。陈阳深吸一口气，我愿意重新负责华远的项目。太好了。张总的声音中充满了高兴。什么时候开始？随时可以。那明天上午10点，我们在华远的办公室详细谈谈项目的事情。好的，我会准时到。挂断电话后，陈阳在镜子里看着自己，眼中闪烁着久违的自信光芒。是时候让所有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专业能力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孙建华正在办公室里焦虑地等待消息。昨天马文斌给了他最后通牒，如果今天还解决不了华远的问题，他就得准备辞职了。孙总，陈阳不在后勤部，刘磊跑过来汇报，老吴说他一早就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去哪里。出去了。孙建华更加着急，这个时候他跑哪去了？就在这时，孙建华的电话响了。喂，孙总监吗？我是华远的张总。孙建华一激灵，立刻站起身。张总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，华远的项目已经有人负责了。有人负责了？孙建华一愣。谁？陈阳。陈阳。孙建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是他说他不懂业务，看来你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沟通问题。张总的声音有些意味深长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和陈阳直接联系就行了。等等，张总，孙建华急忙说道，陈阳现在是我们后勤部的员工，如果要负责业务，这个你们内部协商吧。张总打断了他，我只认陈阳一个人。对了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希望以后都是陈阳来负责我们双方的合作。说完，张总就挂断了电话。孙建华拿着电话，半天回不过神来，陈阳居然背着公司，直接跟张总联系了，而且张总明确表示以后只跟陈阳合作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公司想保住华远这个客户，就必须让陈阳回到业务部，而且还得给他足够的权限。更让孙建华感到恐惧的是，如果陈阳愿意，他完全可以带着华远的项目跳槽到其他公司。该死！孙建华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他终于明白了。陈阳从来没有忘记过业务，他一直在等这个机会，而现在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陈阳手中。中午时分，陈阳从华远回到公司，他刚进大楼就被小徐拦住了。陈哥，孙总找你，说是很急的事。陈阳点了点头，直接来到了孙建华的办公室。张总给我打电话了。孙建华开门见山地说道。哦，那很好啊。陈阳平静地回应。你为什么要背着公司直接联系客户？孙建华的语气有些指责。背着公司？陈阳笑了。孙总，张总是我的老客户，
我们私下聊聊工作，不行吗？但是你明明说不懂业务。我是说不懂公司现在的业务流程。陈阳打断了他，但跟老朋友聊聊天总没问题吧？孙建华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而且陈阳继续说道，张总说他只信任我一个人，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孙建华试探性地问道。什么怎么办？华远的项目你还要不要做？陈阳装作考虑的样子，然后说道，这个嘛，我倒是愿意帮忙，但是什么？孙建华急切地问道。但是我现在是后勤部的员工，做业务不太合适吧？孙建华明白了，陈阳是在跟自己谈条件。那你想要什么条件？陈阳摇了摇头，不是我想要什么条件，是公司需要考虑清楚，到底想不想要华远这个客户。这句话说得很有技巧，陈阳没有直接提条件，而是把选择权抛给了公司，但言下之意很明确，想要华远就得满足我的要求。孙建华咬了咬牙，你说吧，需要什么条件？这个不应该我来说。陈阳站起身，应该是公司的决定，我先回后勤部了，你慢慢考虑。说完，陈阳转身离开，留下孙建华一个人在办公室里。10分钟后，孙建华找到了马文斌，华远的事情有眉目了，但是孙建华把情况汇报了一遍。听完后，马文斌沉默了很久。你的意思是，陈阳现在掌握了主动权？可以这么说。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孙建华苦笑一声，除了答应他的条件，还能怎么办？马文斌考虑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，叫陈阳过来，我亲自跟他谈。半小时后，陈阳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。坐吧。马文斌指了指沙发。华远的事情我听说了，马总，你想怎么处理？陈阳直接问道。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陈阳认真地说道。华远是优质客户，值得好好合作。但是如果公司觉得我不适合负责这个项目，那就另请高明吧。马文斌盯着陈阳看了几秒钟，然后笑了。小陈，你变得很成熟啊，谢谢马总夸奖。那好，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华远项目的负责人。马文斌说道，同时恢复你在业务部的职位。谢谢马总的信任。陈阳点了点头。不过，马文斌话锋一转，我希望你能保证华远的项目不会再出现之前那些问题。陈阳明白马文斌的意思，他是在暗示之前的灰色收费问题。请马总放心，我会严格按照正当的商业流程来处理。很好。马文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离开总经理办公室后，陈阳直接回到了业务部。看到他出现，整个部门的人都愣住了。陈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刘磊惊讶地问道。重新回来工作。陈阳简单的回答。太好了。刘磊激动地拍了拍手。我就知道公司不能没有你。这时，孙建华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看到陈阳后，脸色非常复杂。陈阳，欢迎回来。孙建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谢谢孙总。陈阳礼貌地回应。但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，现在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。陈阳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调动的员工，而是掌握着重要客户资源的核心人员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1年的蛰伏中，陈阳积累了足够的筹码来改变自己的处境。1个月后，华远项目重新步入正轨。在陈阳的重新设计下，整个合作方案变得更加合理和透明，价格回归市场水平，服务内容更加明确。最重要的是，所有的操作都严格按照正当的商业流程进行。张总，
对此非常满意，甚至表示要扩大与盛达的合作规模。小陈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张总在签署新合同时说道，这才是我想要的合作方式。谢谢张总的信任。陈阳谦虚的回应。不过我有个请求。张总认真的说道，以后华远的所有项目我都希望由你来负责。没问题。这个要求对陈阳来说意义重大，它意味着华远这个重要客户已经完全绑定在了他身上。回到公司后，陈阳把签署的新合同交给了马文斌。4000万。马文斌看着合同金额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比原来的合同还多了1000万。张总决定扩大合作规模，增加了几个新的服务项目。陈阳解释道。太好了。马文斌拍了拍陈阳的肩膀。小陈，你真是公司的福星啊。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公司，所有人都对陈阳刮目相看。毕竟能在1个月内不仅挽救了一个大客户，还增加了合作规模，这样的业务能力确实让人佩服。但更让人震惊的消息还在后面。1周后的管理层会议上，马文斌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。经过慎重考虑，公司决定对业务部的管理架构进行调整。马文斌看着在座的所有人，陈阳将担任业务部总监，全面负责客户关系管理和业务拓展。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让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特别是孙建华。他完全没想到陈阳会直接被提升为总监，而自己的位置，那我呢？孙建华忍不住问道。马文斌看了他一眼，你调到市场部担任副经理，负责市场调研工作。这个安排看似客气，实际上就是明升暗降。市场部副经理的职位虽然听起来不错，但权限和影响力远不如业务部总监。更重要的是，马文斌这样安排等于是在告诉所有人，孙建华已经失去了公司的信任。马总，这个决定是不是太突然了？孙建华试图争取。不突然。马文斌冷静地说道。华远项目的处理结果已经说明了一切，公司需要有能力的人来担任重要职位。孙建华无言以对。会议结束后，陈阳正式走马上任，成为了业务部的新总监。第1天上班，刘雷等老同事都来恭喜他。陈哥，不，陈总。刘磊开玩笑地说道，您现在可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了。别这样说，大家还是同事。陈阳笑了笑。对了，陈总，另一个同事问道，咱们部门以后的管理方向是什么？陈阳想了想，说道，很简单，专业、诚信、高效。我们要用专业的能力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，用诚信的态度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，用高效的执行力来实现公司的目标。那之前那些，有同事欲言又止，之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陈阳明白他的意思，我们向前看，用正当的方式做正当的生意。大家都点了点头，对新总监的管理理念表示认同。下午的时候，孙建华来到陈阳的办公室。这间办公室原本是他的，现在却成了陈阳的工作场所。陈阳，不，陈总。孙建华的语气很复杂。恭喜你。谢谢。陈阳抬起头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跟你道个歉。孙建华深吸一口气。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。陈阳没有立刻回应，而是仔细观察着孙建华的表情。我知道你可能不会原谅我，但我还是想说声对不起。孙建华继续说道。孙经理。陈阳站起身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都要向前看。
孙建华点了点头，然后说道：“那我以后在市场部，如果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地方，尽管说。”好的，谢谢。送走孙建华后，陈阳重新坐回椅子上，看着窗外的城市风景。1年前，他从这个办公室被流放到后勤部，1年后，他又回到了这里，但身份已经完全不同。现在的他不仅是业务部总监，更掌握着公司最重要的客户资源。华远集团的合作协议中明确写明，张总只认可陈阳作为项目负责人。这意味着，如果陈阳愿意，他可以带着这个客户跳槽到任何公司。但陈阳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明白，真正的成功不是报复，而是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晚上下班的时候，小徐特意跑到楼上来找陈阳：“陈总，听说您升职了，恭喜恭喜！”“谢谢。”陈阳笑了笑，“在后勤部这1年，谢谢你们的照顾。”“应该的，您人这么好。”小徐挠了挠头。“对了，老吴让我问问您，以后还会不会来后勤部坐坐？”“当然会。”陈阳认真地说道，“我们永远都是朋友。”走出公司大楼，陈阳回头看了看这座熟悉的建筑。1年的蛰伏让他学会了很多东西，不仅仅是如何在逆境中坚持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机会来临时把握住它。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真正成熟的职场人士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忍耐，什么时候该出击，知道什么是原则问题，什么是策略问题，知道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护自己，同时实现自己的目标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底线，用正当的方式做正当的事情。3个月后，在陈阳的领导下，盛达科技的业务部门业绩创造了历史新高。不仅华远集团成为了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，还通过他们的推荐签下了好几个新的大客户。马文斌在年终总结会上特别表扬了陈阳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陈总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专业精神。他不仅挽救了我们差点失去的重要客户，更为公司带来了全新的业务增长点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陈阳站起身，看着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，有支持过他的老同事，有曾经嘲笑过他的旁观者，还有现在对他客客气气的前上司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陈阳简单的说道。新的1年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为公司创造更好的业绩。散会后，刘磊走到陈阳身边：“陈总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陈阳想了想，淡淡的笑了：“挺好的，工作终于回到了正轨。”就这样，刘磊有些意外：“我以为你会更兴奋一些。”“为什么要兴奋？”陈阳反问道。“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得到的，只是晚了1年而已。”说完，陈阳拿起外套准备下班。在电梯里，他想起了1年前在后勤部时老吴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”现在看来，老吴说的对，但陈阳也明白，如果没有这1年的历练，即使重新回到业务部，他可能也无法达到现在的高度。有时候，绕路也是一种收获。电梯到了1楼，陈阳走出公司大楼。夜晚的城市灯火辉煌，就像他现在的心情一样明亮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又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他，但他已经准备好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